好的医疗服务尽在百康仁德，欢迎您收看由百康仁德医生集团赞助播出的《健康进行时》。百康仁德是纽约市最大的综合性华人医生集团，为您提供优质亲切的医疗服务，更致力于帮助大家做好疾病的预防和健康的管理。在美国，大约每8名的女性当中就有1人可能患上乳腺癌。乳腺癌是女性当中最普遍也是最致命的癌症之一。那么如何辨别和预防乳腺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百康仁德的外科医生蔡义聪，他专长于乳腺外科手术，将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乳腺癌的话题。蔡医生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你们好。那谈到这个乳腺健康的问题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她有这个乳房自检的一个意识哈。那有些人可能会反映说，哎，我怎么好像摸到这个乳房周围有一些肿块？那大家都很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是乳腺癌呢？那乳房的肿块和乳腺癌是不是有这个直接的联系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很多时候，女士们摸到肿块的时候，我最建议的是去看他们的家庭医生，还有他们的妇科医生。那可是一般来说，如果一些年轻的女士们摸到肿块的话，特别是月经来之前那种肿块或肿胀，她们应该是一种叫做乳腺增生的现象。那这一般是良性的，可是我们不能忽略，所以要可能再进一步的检查。90%很早期的乳癌都是不疼的，等到你真正疼的时候，也许这个肿块已经挺大的，也许这个肿块如果真的是癌症的话也已经很危险了。也许你不用你的医生，你也可能会知道是不好的东西。可是早期的乳癌反而是很多时候是不疼的。那有其他的现象要注意的是说，比如说女士们检测的时候，除了去看一下有没有肿块以外，还是要看一下那个乳头里头有没有分泌物流出来我不建议去挤乳头，可是如果你发现如果你的文胸有丝丝的，那我觉得可能也要跟你的医生去巡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当然在喂母乳的时候这是非常正常的，可是如果还没有在喂母乳的时候看到有任何的分泌物无论是血水，无论是青色的，无论是奶色的，还是最好让你的妇科医生或你的那个家庭医生去检测一下。除这以外呢，我很多时候叫女士们除了去摸以外，也用镜子去照一下，对比一下左右的那个平衡那这个不是说第一次会发现到，可是持久的会慢慢感觉到如果皮肤上看到有一些不是那么完整，不是突然间或有一点的凹陷这种，对，凹进去，或有时候会感觉上有点厚，或有点就是烫烫的感觉，或皮肤上有一点红红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去看一下你的家庭医师或你的妇产科医生，再进行多一次的检测。那刚才我们讨论到了这个乳腺癌的一些，尤其是早期的一些症状那有哪些人群是这个乳腺癌的高危的人群？比如说我们会一般问一下我们女士们，她们家属里头有没有人有乳癌，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高的，如果她们家属里头有乳癌，如果她们的妈妈或直属有乳癌，特别是她们的就是这种亲戚得到乳癌的年龄是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也许有一点是基因的因素，那所以在这种方面他们的风险会比较高。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是几岁开始有他们的那个月经，那因为如果早一点早经来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的一生人就是被这个雌激素影响的会比较多，特别如果是你是早经还有是比较晚收经的那些女士们，她们的那个风险也是比较高。有些女士们她们没有小孩，或比较就是年纪比较大，如果是超过26、8岁之后有小孩的，她们的风险也稍微高一点有没有喂母乳也是一种风险，有没有吃过一些的荷尔蒙的治疗，避孕药也是一种风险，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就是有没有得乳癌的这个风险。那对于我们女性朋友来说那特别是这些有高风险的群体来说，
怎么样才能有效的预防这个乳腺癌呢？最重要，我觉得就是生活上的那种变化。唯一可以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癌症、乳癌而引起的那个存活，是我们的运动还有我们的体重。所以把我们的体重可以控制，就是要控制我们所吃的饮食，不能吃太多那些肥腻煎炸的东西要控制我们的体重要把我们的 BMI 保持是23、24左右那这种情况下，这个癌症的发病率会比较低。我们提到这个就是做运动，运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运动是让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的那个免疫功能可以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每天要花半个小时，起码半个小时做一些带氧的运动。什么叫做带氧运动呢？我一般跟我的病人都会聊到这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慢跑跳舞游泳骑脚踏车，这些都非常非常好的运动。那在我们北美，很多时候因为冬天的时候，就算你在家，你就走走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在家里头走走，或做一些就是会使你一点点流汗的运动，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最后就是如果你每天喝酒，如果你每天喝一杯红酒，也许会带来你的心脏有帮助，可是对乳房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知道有一些报告是说，如果你每天喝一杯红酒的话，你那个风险会增加4倍，所以这个要注意，偶然喝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不要每天喝。American Society of Breast Surgeons 就是美国这个乳房外科协会，他们的建议是就是我们的建议是40岁以上的女士们就应该开始做这个 X 光的影像测试。那这是给一般的女士们，如果是高风险的女士们，也许就是有家族史也许是他们的一世人的那个，我们刚才提到他们一世人得到乳癌那个风险是超过 20%， 那可能要早一点，也许是30岁就开始做这个 X 光的影像测试。然后除这以外，这些如果非常高风险的女士们也许要再加上这个超音波或那个核磁共振。那我们女性朋友在做完这个 X 光片之后，或者是像 B 超这样的检测之后，会拿到一个报告嘛？然后一般上面会有写0到6这样一个等级的呈现。那怎么去看待这些等级呢？到哪个等级我们该留意了，该警惕了？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在我们的报告里头，一般是你医生拿到的那个报告里头，会有一个叫做 BI-RADS。这个 BI-RADS 就是 breast imaging 的，就是我们乳腺的影像当中，它分配的每一个那个风险。比如说1级的话就是 negative， 就是阴性；如果是2级就是 benign， 就是良性的。那这些一般就是1年做一次这个 X 光就可以了。那如果是3，就是 BI-RADS 3的时候，就是说很可能是良性，可是需要跟进，所以需要半年，也许是需要几个月之后再做一次的检测，再巡查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有变化，也许要做其他的。那如果没有变化，就继续观察。这是3。第4的就是说就开始有点可疑了，那就需要做一个穿刺，就是做一个活检，去看看到底是否是良性还是恶性。到是5的时候，那就已经那个可疑的程度是非常高，97%的可能性是恶性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做穿刺。就算穿刺是一般是阴性，那可能还是要去给外科医师检测一下，要不要再看做手术其他的。如果是6的话，已经正确了，是这个确定是乳腺癌了。除了这个 BI-RADS 有1到6还有这个 ABCD， 就是那个致密度的 BI-RADS。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亚裔的女士们主要都是 C 和 D，70%-80% 都是 C 和 D 的致密度。所以就算你是阴性或良性的，如果你致密度高的话，也许你要问一下你的医师，需不需要再做其他的检测，比如说
超声波或其他的。好，谢谢蔡医生今天的分享。那如果大家对于乳腺癌的防治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您致电212-431-6463，212-431-6463进行咨询。百康仁德医生集团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曼哈顿、皇后区、史丹顿岛和长岛纳苏郡共有100多家诊所，为您提供内科、家庭科以及近20种的专科服务。我们的医疗质量水平在纽约市名列前茅。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网站来详细了解百康仁德的医生信息。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百康仁德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健康资讯，并向我们分享您所关心的健康话题。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